第6课，探访团队的运作与管理。探访事工不像个人行动，而是一场团队合作。如果一个人单打独斗，可能会很快疲惫，但若是一群人同心同行，这份服事就能稳健长久的发展。这一课将探讨如何有效运作探访团队，使这项事工能够有条不紊地进行，并且发挥更大的影响力。1、探访团队的组织与分工。某教会有一个探访团队，初期很有热情，但没多久，大家开始发现，每次探访都是临时决定，没有人知道谁该做什么。有些人每次都在忙，另一些人却从不参与。当会有紧急需求时，大家都推来推去，最后总是同意2个人去处理。结果这个团队很快就陷入混乱。几个负责探访的人开始觉得压力大，甚至有人因为太累而退出。问题就出在没有明确的分工和组织。如何建立有秩序的探访团队呢？一个有效运作的探访团队通常可以有以下角色分工。1、探访统筹，负责计划与协调，安排探访名单与时间表，确保每次探访有合适的人选。2、探访员，实际执行探访，主动关怀会友，带去神的爱，记录探访内容，回报团队。3、代祷支持，不一定实地探访，但持续祷告，组成祷告小组，为被探访者代祷，支持探访员的灵性状态。4、行政记录，管理探访资讯，记录探访内容与进展，确保资讯不遗漏，协助安排后续关怀。这样的分工可以避免探访变成救火队，让事工长期稳定发展。2、探访计划的安排与记录管理。有一天，嘉伟被安排去探访某位长者阿伯。到了阿伯家，嘉伟热情地打招呼：“阿伯，最近身体好吗？”阿伯皱着眉头：“上次那个来探访的弟兄已经帮我祷告过了，怎么今天又来问一样的问题？”嘉伟当场尴尬，回去后发现，原来上个月另一位探访员已经探访过阿伯，并做了相同的祷告，但没有人记录下来，导致探访工作重复，缺乏系统化。为什么探访记录这么重要呢？1、避免重复探访同样内容，让被探访者感觉被重视。2、确保所有会员都能被公平关怀，不会有人被遗忘。3、让团队可以追踪每位探访者的需求，提供更长远的照顾。如何管理探访记录呢？1、建立探访报告表，纸本或电子档案，包含被探访者的基本资料、探访日期与探访员姓名、探访时谈到的内容与对方的需求，需要后续关怀的事项。2、使用 Google 表单或共享文件，让团队成员可以随时更新探访状况。3、安排定期检视探访记录，确保每位需要关怀的对象都能持续被跟进。3、
团队内部的支持与团契，探访员自己也需要被探访。如果探访员长期投入服事，却没有得到支持，他们可能会感到疲惫与挫折，失去热情，甚至想退出。面对困难时无人可诉，丽芬姐是位探访小组的骨干，总是无怨无悔地探访生病的会友，关心新朋友，安慰低落的弟兄姐妹。然而有一天，她突然对牧师说：我好累啊，感觉自己一直在给，却没有人关心我。他开始觉得自己像是一个传输器，一直输出爱与关怀，但从未被补充啊。这就是为什么团队内部需要彼此支持。如何支持探访员呢？一、定期举办团契时间，如每月一次，透过分享、祷告，让探访员彼此鼓励。二、设立同工关怀机制，由专人负责关心探访员的身心状态，确保他们不会因为过度服侍而精疲力竭。三、开放时间分享困难，让探访员在安全的环境下表达他们遇到的挑战，并寻求解决方案。只有当探访员得到足够的支持，他们才能长久地服侍下去。四、如何与教会其他事工配搭呢？探访事工不是孤立的，而是需要与其他事工携手合作。如何有效配搭呢？一、与牧养团队合作，让探访资讯与教会的整体牧养方向一致，才不会产生重复或遗漏。二、与儿童、青少年、长辈事工连结，确保不同年龄层的会友都能得到合适的关怀。三、与社区关怀事工合作，将探访事工延伸到教会以外，接触更多需要帮助的人。当各个事工互相支持，探访就能发挥更大的影响力。五、建立长期探访事工的策略。探访事工不该只是短期热潮，而是教会长久的关怀文化。长期探访的三大策略：一、建立探访文化，在教会内推动探访的重要性，让弟兄姐妹都参与其中，而不是只是少数人的责任。二、训练新一代探访员，举办定期训练，使更多人具备探访的能力，确保事工能够持续。三、制定可行的探访计划，让探访不只是临时起意，而是有计划、有目标的进行。当教会形成彼此关怀的文化，探访事工就不只是某个团队的责任，而是全教会的使命。结语：探访不只是去看看人，而是带下神的爱与盼望。然而，这项事工需要有系统的运作，才能长久发展。当我们建立健康的探访团队，有效管理探访计划，彼此支持，与其他事工配搭，并制定长远策略时，探访事工就能成为祝福教会和社区的重要力量。愿我们都能成为带着爱与希望的探访者。